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3月25号，星期四。各位观众朋友们，想我了没有？想我的请在留言区打1啊，不想我的请打2。嘿嘿，今天面具人回来了，顺便呢给大家带来一些劲爆消息啊！各位有房的朋友们，想买房的朋友们，没房的朋友们都要仔细听完今天的这期节目哦。因为接下来要讲的消息对你们都很有用的，你们一定要仔细听完了，可以保命保财的哟。那好，节目开始之前呢，新来的小伙伴朋友们就请不要忘记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面具人给你们打保票，你们点赞、订阅、小铃铛了以后，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以后，绝对不会后悔的。后悔了来找我评理，可以给我留言吗？哎呀，面具人最近消失了有好几天了，对吧？好，给大家解释一下我这几天为什么消失了啊。面具人的朋友 ABC 和大表哥在我的节目上面做了一些分析，说这个 Clubhouse 有钓鱼的嫌疑。对， Clubhouse 确实有很多问题。面具人这几天没更新，也是因为这个 Clubhouse。我当时呢，本来说想下载一下，研究研究这个玩意儿的。后来呢，装了这个软件以后啊，接到了很多莫名其妙的陌生电话啊，1个、2个、3个、4个啊，接了很多，但是呢，打过来都没有声音。后来呢，这个电话我也就不接了。但是呢，我也明白这个东西很有可能是通过电话打通了以后来定位你，只要你的电话接通就会被定位。所以呢，我当时就把我的电脑、我的手机都送到了这个检测电脑、维修电脑的地方，先把我的电脑和手机啊排除一些恶意软件、钓鱼软件，还有后台的情况。把我的电脑呢能备份的东西也都单独备份到了另外一个硬盘里面，然后呢把这个电脑重做系统，手机刷机，装杀毒软件。因为家里面的网络设备呢我也需要排查一遍，所以呢我这几天也没办法上网，没法发节目。然后呢家里面还装了一些安防设备啊，我倒不是因为怕啊。这个悉尼奶爸敢和我约个什么拳击俱乐部啊，我很乐意把他往趴下的打。哈哈哈。我的手机呢，还有电脑呢，都不是国产的，我的手机都是在澳洲这边本地买的我有3个手机，还有1个手机是从日本买的除了有外挂软件的可能性，都不会牵扯像华为呀、OPPO 呀自带的一些后台或者是硬件监控之类的。那面具人在这里想要给大家说一下，不要跟风，不要迷信一个东西。别人如果疯狂的推荐给你某个软件、某个东西，那它一定是有它的目的的，而且呢，这个东西不一定好。就像 Clubhouse 一样，有微信国内的人用微信，对吧？然后国外的人呢 ，Telegram、Line 或者是 Facebook， 还有很多私密的社交软件都可以用。为什么要用 Clubhouse 呢？对不对？ Clubhouse 并没有它的不可替代性。对不对？如果说这些大外宣无中生有的强推某种东西，那就不对劲儿了。首先呢 ，Clubhouse 并不是什么热门的东西。作为媒体人的角度上来讲，你去做这个软件的推广视频是亏流量的，你是亏钱的，那这就不符合商业逻辑了。那如果说亏流量、亏钱的情况下，还在去推广这种 Clubhouse 的软件，那无非就是一种可能性。他有别的地方给钱弥补他的盈利损失，懂了没？可是呢，中国人呀，真的就是死于跟风喜欢跟风。看，跟风买房，跟风炒股，跟风考公务员，跟风找工作，跟风这样那样，跟风就像这个 Clubhouse 也是中国人喜欢跟风别人也用，我也用对吧？然后进去了以后被钓鱼了。而恰恰就是因为中国人喜欢跟风的特性，所以呢，他们特别容易被引导、圈养，然后被割韭菜。其实面具人我本人的情况呀，也并没有像 ABC 或者大表哥说的那么严重的呀，被监控呀，被抓了，很有可能被送到海上监狱了。其实并没有那么玄幻。我本人很平常。如果说谁都弄得像陈秋实那样，一会儿进监狱了，一会儿被大卸八块了，一会儿又是这个烧火棍了、捅菊花了、大刑伺候了，
这世界呀，没有那么多的奇幻，咱们只用按照逻辑来去推理事情就行了。我们只用分析事情的合理性。是这样的啊，面具人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被共产党盯上了，你已经被共产党抓到了的话，那你再次露面的话，你就很有可能啊，你这个人就变了，你的风味就变了啊，你的思想也会变了，懂了没？因为被共产党盯上的人很难不被要挟，不被抓住把柄。很简单嘛，软的硬的二选一。软的就是你要钱我给你钱，你要权利我给你权利，你也不用天天的担惊受怕提防共产党，对不对？你面具人多少还算是有影响力的人物，好，跟我共产党合作，荣华富贵享受不尽，还能让我党把你炒作包装成民运英雄啊！各个大外宣推手在推你啊，论坛上网站上都说你是民主战士，让你能受海外的万人膜拜，这是多好的事儿呀！这是软的。好，软的不行是吧？软的不行还有硬的嘛？行呀，钱和权利你不要 OK， 那我就直接把你做掉了。你说像澳洲呀、西班牙呀啊，就算是美国，很多地方都是没有摄像头、没有监控的，荒山野岭的地方，把你做掉了以后，直接扔到山里面埋了，没人会知道的，或者是扔到海里面喂鲨鱼，没人会知道的，最多呢就给你报一个失踪，对不对？而且你是外国籍，对不对？人家当地政府也未必会重视啊，所以呢，把你做掉了以后，找不到你啊，地大了去了，海大了去了，这世界上缺你一个人，地球照样转。所以说，落入到共产党的手里面，基本上就是没得选了。而且呢，他针对不了你，还能针对你的国内家人吧？你的老妈子、老爸子、七大姑八大姨，对不对？都能针对。就算是你无所谓啊，你国内的家人被针对了以后，你国内的家人都会来劝你、维稳你的。其实，共产党在海外也是可以直接找当地华人喝茶的。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喝茶，共产党的什么海外商业联合会、华人商会、华人社团、华人教会，甚至有些华人超市背后，它后面啊都是有会议室的啊，包括共产党的领事馆，那都不用说了嘛。这些地方都是可以喝茶的，而且呢，里面还有一些秘密的办公室啊，隔音的，把你带进去了以后，咱们就开始谈正事儿。然后呢，软硬兼施，所以说呢，被共产党抓住了以后，再继续当英雄的，那基本上都是假英雄了。而且呢，被共产党抓住了以后，你想当真英雄，那难度是很大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这种情况我们也应该理解，毕竟呢，他也曾经奋斗过、战斗过，也牺牲过，也是有过很大贡献的。当然了，也还是有一种人啊，就是不吃共产党这一套的人。你像那个推特上面，我不知道你们经常玩推特的人见过这两个人没有啊？徐水良、钟维光，这些人也都是当时包括6·4呀，甚至是6·4之前啊，他们在中国的民主事业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呢就不吃共产党这一套，而且呢，他们的自我这个安全也做得比较好，很难被完全的套住。但是呢，他们这些人啊，就是过得非常清贫啊，经常被共产党挤兑、造谣、污蔑，并且呢，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的下降，也就没有什么赚钱的好路子了。毕竟嘛，靠身体吃饭的这个最基本的本钱，也都随着身体的老化而消失了啊，所以呢，他们也过得比较清贫。这就是你选择做好人的下场。其实也不算是做好人吧，就是说你在共产党的眼里，你选择不帮他害人都不行，更别说做好人了。你不帮共产党害人，你都是眼中钉、肉中刺。共产党要的只有爪牙帮凶，并且是那种心甘情愿赚这种黑心钱的人，主动跪舔，主动帮共产党做事儿，主动想要加入共产党的团队的，想要赚共产党的这份钱的，又想当英雄，又想赚黑心钱，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这种人。比如
老鼠人呀、老黑呀、悉尼奶爸呀这些人，他们赚这种黑心钱赚的是心安理得，并且呢，帮共产党在海外圈养华人，煽动华人的仇恨，收集华人的情报和信息。而且呢，他们这种人当英雄当的那是天经地义呀。老黑现在很简单呀，天天诅咒美国死全家嘛，天天诅咒欧洲死全家嘛。人家欧洲、美洲只要有一点点做得好的，老黑就要诅咒人家，就要骂人家，这哪是反共嘛？这明明是反西方嘛，对不对？然后这个老鼠人跟老黑的套路差不多，那悉尼奶爸就很高明了。悉尼奶爸他传播的是一种极端的种族主义，传播的是一种孤立主义、极端主义，传播的是一种所谓的右派呀，乱七八糟的什么东西。你们看过的人都知道，其实左派、右派，我们真的不能光凭左右来说。现在的左右两派已经进化到了一种，用专业术语来说叫做自由派左派和保守派，这代表是右派啊。那这些大外宣呢，他们是故意给你混淆左右的概念，说美国是右派建国，右派就是好的，左派就是坏的啊。那你们就错了，美国是右派国家，你们完全理解错了。当年美国独立之前的英国才是右派、保守派、保皇派。保守派在当年就是被称为保皇派，作为左右学说的起源地。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右派就被称之为保皇派，左派呢是自由派。美国和英国因为各种各样的矛盾，跟英国当局搞不到一块儿去，很多要求和问题满足不了，也解决不了。那美国就要闹独立，美国要独立的话，那它本身就是一种奔向自由的行为，对吧？那它就是左。那英国反对它独立，那英国就是一种保守保皇的行为。所以呢，美国的建国它就是以左建国的。那美国的精神是什么？自由民主。美国是最强调自由的。那自由它本身就是左派的核心思想呀，所以说美国它是以左派为主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很多这些共产党的特务外宣故意颠倒黑白，让华人产生错误的认知，比如什么自由主义小政府，或者是甚至无政府呀，这些其实都应该归到自由派里面，而非保守派、保皇派里面。保守派讲究的是人人保守自己的权利，尤其是这些统治阶级的权利，这是保守派的核心。那为什么这些海外的特务要故意颠倒黑白，让华人产生错误的认知呢？你听我给你讲嘛。共产党把这个左右一颠倒了以后，让大家认为右派、保皇派、保守派就是好的，那无非就是为了让底层民众更加的拥护这个权力阶级嘛，对吧？认为保守、保皇是好事儿，不应该把这个权力和阶级打乱，对不对？保守派是承认阶级固化的，是认为阶级应该存在并且应该强化的，而自由派是强调阶级应该流动的，应该打乱阶级的，懂了没？中国社会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就在强调红色基因、红色贵族的正统性，然后再强调这个公检法系统的权威性，公务员系统包括扩招了很多交警、城管，这些行动无非都是强化了他的阶级力量嘛，强化了他的这个阶级固化的程度嘛，尤其是强调红色基因、红色贵族，他们为顶层的一党，官僚阶级为一党，商人阶级为一党。然后呢，底层的屁民为一党，按照阶级顺位层层压制，高阶级的对低阶级的人有绝对的主宰权、压制能力。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会讨厌这种阶级固化、一层压一层的，让人永世不得翻身的制度。所以呢，共产党就要给他的这种制度赋予一种合理性，最重要的是思想上、心灵上的合理性。那怎么样赋予合理性呢？那就是颠倒黑白呀，让大家人人都成为极端的右派。先以家庭为单位开始进行长幼尊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洗脑灌输，把这种固有的阶级意识形态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大脑里。如果说中国人翻了墙了以后，出了国了以后，
接触到了西方的自由派、自由主义啊，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而倡导自由、阶级流动 ，OK 呀，那这就会对共产党造成很大的冲击呀，会对他的这个阶级统治的根基造成一定的核心影响。那怎么办？那这些所谓的大外宣呀、老黑呀、稀泥奶爸就派上用场了呀，他们就给你抹黑自由主义，抹黑左派，继续给你强化右派思想，让你走到哪儿，你心里面的这种阶级牢笼永远与你同行，让你从言论上、行为上、思想上都与自由世界格格不入，你自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牢笼体系，把自己关起来，你自己把你自己孤立，那你只能靠混迹于华人圈生存，或者是被白人排斥，被黑人排斥被人家排斥了以后，意识形态不一样，或者是有极大的思想上的矛盾，你会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推给别人，推给什么白左黑左别人都是坏的，你自己右派是好的。最终呢，你这样一个人在不思进取，在仇恨、封闭、迷信、恐惧中越来越自我孤立。那人被孤立了以后，迷信了以后，他就是一个弱小的人，因为他没有别的力量了人被孤立了以后，就更加容易被控制，因为他弱小，对不对？那他就很容易被人操纵。而且呢，人被孤立了以后他会觉得西方人都是白左呀、坏人呀，他会觉得这世界有阴谋政府呀这个世界太黑暗了。那这个世界太黑暗了，该听谁的呢？听能给你洗脑、能给你带来光明的这些人那就听这些民主大师的话呀，听共产党的话呀，或者是爱国，或者是爱这些民主大师嘛，对吧？所有的这些无法反驳的无底线的阴谋论，它就是为了让你无法驳斥，就是为了让你陷入到一种无底线的状态。然后呢，人陷入到无底线的恐惧了以后，陷入到了这种无法自主的焦虑仇恨的状态了以后，这样的话，那这些民主大师呀、救星呀，才能引导你们呀，才能圈养你们呀，才能割你们的韭菜呀。种韭菜、割韭菜这种行为和思维底色，也都是符合他们这些右派人的利益的。你们都智商提高了，翻身做主了，那他们的韭菜从哪儿割呀？对不对？割傻子的韭菜好割，割聪明人的韭菜容易吗？对不对？最主要就是利益。因为你们变蠢了，变傻了，变得支持阶级，承认阶级的存在了，支持阶级固化了以后，你们就容易被割韭菜了呀。不要总想着别人都是傻叉，懂了没？那真正的自由派，你们也没资格接触。那你们想当奴嘛，或者是想当奴隶主嘛，对不对？所以呢，对于自由派来说你怎么想，你爱干什么干什么，那是你的自由，你爱干啥干啥，跟我有屁关系。每个人都是自由的，谁也别管谁，这就是自由派。但是呢，所谓的保守派呢，那就是你不能支持谁，你应该怎么样神魔大战呀，阴谋政府呀，你不支持我，你就是阴谋政府的人。这个胳膊伸的长的都能伸到他妈的菊花里面，伸到大肠里面，捅到胃里面，懂了没？这就是保守派处处想要干涉别人，自己当奴隶主，自己当霸主，自己想要特权，对不对？如果说他对你没有了一定的管制权和控制权以后那他就没办法割你的韭菜了，对不对？所以说要割一个人的韭菜，就要从心灵上、思维上、行为上完完全全的控制他。那怎么控制呢？从心理学上来说人最容易调动的情绪就是恐惧和仇恨。所以呢，你看这些海外的大外宣，包括共产党，是一模一样的。其实海外的这些民主大师和共产党的操作套路是一样的。在国外他会让你去仇恨什么白人、黑人、亚非拉、美墨加，对不对？仇恨什么左派、白左、黑左、黑命贵、黄命贵，对吧？他就是为了让仇恨在你心中萌芽。
这个跟共产党是一模一样的。共产党他在国内也是一样呀，让幼儿园的小孩去看南京大屠杀，从小告诉你西方人要杀光中国人，台湾人要杀光中国人，日本人要杀光中国人。难道不是用仇恨去恐吓别人吗？难道不是用仇恨去占据一个人的内心吗？按照心理学的角度上去看啊，人只有在满脑子仇恨、满脑子恐惧的情况下，他才会慌乱，他才会不知道该怎么做。而在这种情绪的驱动下啊，这种人他都是特别容易受暗示和控制的人。而恰好呢，也正是因为自由派他们的思想比较自由，所以呢，他们很难形成一种阵营作战。所以呢，在舆论上呀，这个势头上呢，自由派往往是被这种阶级有序的一层压一层的稳固的军团模式的所谓的保守派给压制抹黑。但是呢，自由这种东西呢，它是建立于每个动物心理的自然存在。所以呢，我们看啊，左右互斗，左派虽然有劣势，但是呢，左派也不输给右派，它就是凭借着这种自然优势啊。就算自由派它是一盘散沙，但是呢，它也不一定会劣于所谓的保守派，因为这种保守呀、阶级呀，它是反动物性的，任何一种动物它都是向往自由的，你记住了。好，来讲今天的节目的重点啊，中国人为什么弱势？你看我讲了这么多，你们也应该明白了。大部分的人都是随波逐流，永远想找个靠山，靠别人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其实呢，每个人都不愿意做自己世界的英雄，每个人都想有别的英雄来罩着自己。所以呢，真正的英雄他没有力量啊，只能被埋没在角落里，而那些虚伪的假英雄就能从你们的崇拜上，从你们的身上源源不断的获取力量。其实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靠自己。想要世界变得更美好，先从你做起。不要再想着什么能占共产党的便宜呀，能靠民主大师拯救你呀，靠美国消灭共产党呀。你先做个好人啊，给你家楼底下的那些乞丐可怜人捐献个1-2块钱，那也算你为这个世界、为这个人类做出了一份善心的贡献了。而不要整天张口闭口的就是什么国家大事了、灭共灭美了，对不对？你连最基本的都做不到，你还想干啥？你还想操翻习近平？你还想操翻这个川普、操翻拜登？可以呀，敢说就敢行动，试一下嘛，对不对？你连最基本的事情你都做不到，就像现在啊，中国人在墙内被共产党一步一步的套杀，很多人呢，他就是不愿意行动起来，他总是认为啊，有什么内部消息呀，有什么利好消息呀，再等一等，再等一等。而共产党呢，把这些底层的蠢货的心里面吃得很准，数字人民币依然在悄无声息的全国推进呀。这一次呀，力度更大了。据上证报报道，数字人民币测试进程正在提速。目前，工农中建交邮储等6大国有银行已经开始正式推广数字人民币货币钱包。在国有银行网点中，客户只需要提出申请，便可以申请白名单。在央行数字人民币 APP 中，以设立银行子钱包的方式参与测试。此外呢，不少应用场景已经开始接纳数字人民币，不仅有京东、美团这样的互联网头部平台，还有上海地铁里的黑石自动贩卖机，以及徐家汇汇金百货这样的实体购物中心。首都开始也接受了数字人民币作为支付货币。记者从工商银行成都分行获悉，该行近日又采取随机抽签的形式，抽出了6万名幸运儿，为他们送出数字人民币体验资金。观众朋友们，你们记住了，这个发放数字货币红包其实和印钱差不多。共产党只要放一次数字人民币红包，那么就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你们的财产就会被稀释一部分。今天从你账上转5万的给我，不好意思，这笔交易被记录下来了，以后自动抄送数据。大数据银税联网这个系统建立起来以后，那就非常可怕了。它是要把银行、
税务、交通、住建、出入境、进出口、消费等等数据全部要打通。现在银行要求我们对大额交易进行记录。各位，多少钱的金额算大额呀？5万以上就算大额啊！你什么时候想把钱花掉，那才是可怕的事情。一花钱的时候，人家问你这个钱哪来的，你就傻了。据了解，只要你在成都市举办的数字人民币红包迎新春的活动中选择了工商银行数字钱包，就有机会中签。据工商银行成都分行的工作人员介绍，该行将于3月26日通过天府市民云 APP 进行摇号抽签，中签名额共计6万人，体验资金分别为50元和20元2档。3月30日0时开始起使用。市民登录天府市民云 APP 即可在活动页面查询中签结果。那这个天府市民云 APP， 面具人那天的节目也说过了，是有租房功能的啊，租房啊，大家记住这个关键词儿。无独有偶，3月24日上午啊，时代周报记者走访徐家汇商圈3家国有银行，发现银行业内已经张贴了数字人民币的明显标识。建行的一位工作人员对时代周报的记者表示，客户只需要先登记报名，提供自己的手机号码，待审核通过以后，就可以成为银行白名单用户，即可登录使用数字人民币钱包，没有特别资质要求，一般都会审核通过。工作人员对时代周报的记者表示，现在申请开通的人数较多，预计审核通过需要等半个月。而这些底层的报名的人啊，对这个数字货币的热度还是非常的高，很多人排队报名，为了领点小礼品嘛。对这个数字人民币的热度高呀，所以面具人我有时候啊就在想，这些底层的报名者，这些底层的这些渔民，他们究竟值不值得拯救，值不值得帮助？如果你说帮他，但是呢他就是要去作死，那他还值不值得帮？又或者反过来想，那伟大的人是不是就是不求任何回报也要去帮助别人，所以他才伟大？就比如啊，面具人我，就比如啊，我文中刚才提到的那2位老先生，钟维光呀、徐水良呀，对不对？那这些人清贫一生，没有勾兑，对不对？本来勾兑的话，以他们的资历也能荣华富贵，是不是？那比现在的悉尼奶爸要混得好得多啊！可是呢，没有这么做，只能说明，你们这些底层垃圾，运气好，还是有人愿意主持公道的，不做坏事的。如果说这个社会人人都是靠害人挣钱的话，那么你们惨的日子、好的日子都在后面呢。对了，面具人刚才让大家记住了一个关键词就是租房，对吧？上海这次在大力推广数字人民币的同时，来听这个新闻，仔细听好了上海严格规范二手房挂牌信息，链家将万套房源暂时性下架。3月20日当天，链家网在上海地区共显示二手房源 1.6万套，而前一天上架的房源还超过了 3.8万套，仅仅一夜之间，一半的房源被下架。面具人，我跟你们说其实被下架的不止这么多，20号到今天还陆陆续续下架了好多房源。上海链家方面回应记者称，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存量房房源核验以及信息发布工作的通知，以及上海市存量房房源核验以及信息发布操作规范试行的规定条例，明确提出，自2020年12月15日起，房地产中介在挂牌存量房前，应该先备案并提交房源核验。听懂了没？以后想要卖二手房，必须先注册、先审查、先核验。那么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的二手房在卖的时候，你就要想好了。你看共产党最近的动作什么查二手房的资金来源呀，查这些不明交易呀，那么就相当于你在卖二手房的同时，你决定要卖，
那你就有可能面临愿赌服输的下场。那共产党就要先查你，而且是查得非常的严，鸡蛋里面挑骨头的这种严格的方式。你想卖是吧？好，来让我先查一查。如果让我查出来毛病的话，你房子别说卖了，直接就是共产党给你收上去了，违法的房子，懂了没？所以呢，链家必须要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将不符合要求的、没有去提交核验审查的，或者是资料不够完善的房源直接下架，并且呢，及时联系房东要补交资料，听懂了没？要补交资料。你也别想跑，这事儿没完，拉清单儿，敦促他们尽快完成房屋核验工作，待核验完毕后再陆续上架。其实不仅是上海北京也开始了，深圳也开始了，而且呢，不仅仅是链家，是所有你能想到的什么58赶集安居客都被查了，都下放了这个通知了。你们听北京海淀严查学区房炒作，下架58同城等网站不实的房源信息。目前呢，海淀区房管局已经检查中介机构门店134家，对存在违规行为的中介机构立案6件，停业自查2家，行政处罚2万元。筛查安居客、58同城、链家、我爱我家等网上房源发布信息1000余条，下架不实房源信息53条。其实呢，它下架的全都是二手房，而且呢，这些数据仅仅是一个区的数据并不是一个市一个市你全部加起来，那这个数据量很可怕的。共产党它只是针对二手房，你们发现了没？一手房无所谓一手房直接把开发商干掉，把房子收为国有就行了嘛。只不过共产党它共产的表现形式不一样罢了，你们知道吗？那为什么要下架这些二手房呢？主要是因为二手房的买卖，它的金额交易，最终的这个钱是流向于底层平民的，是流到老百姓手里面的。但是呢，一手房的买卖就不一样了呀。一手房的买卖，这个钱是直接流向政府的，所以说二手房的买卖相当于抢了政府一手房买卖的饭碗，所以共产党他必须要禁止这些二手房的买卖，这样呢才能让他共产党自己卖自己的一手房，才能赚到大钱给红色贵族。那么现在的房价也确实是涨到了一个跟平民老百姓脱节的地步了，但是呢，房价也不能跌，跌了很多有房的人也受不了的，他会造反的，对吧？那么你就算这个房价很高，但是还有人买，可是呢，买的人会越来越少，那这对共产党来说也就很难达到他的利益要求了。那还有很多买不起房的人，对吧？那这些人的韭菜也不能不割，对不对？所以呢，党呀，一方面要禁止二手房的买卖，另外一方面呢，他一手房能卖就卖，卖不掉了以后呢，反正这些二手房也不让你卖，二手房不让你卖怎么办？跟政府联合搞公租房呀，或者是你们自己把房子往外租，租了以后交租房税，美其名曰给老百姓解决问题嘛，让买不起房的人能租上好房，对吧？然后呢，再配合上数字人民币，这等于是一箭八雕，多点开花呀。共产党他做事儿往往是效率极高的，而且呢，他都是喜欢一箭八雕的。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发布了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2020年工作总结和2021年工作计划，部署今年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计划。在明确稳控房价的前提下，今年深圳明确实施大规模住房建设计划，全年计划新开工1500万平方米的租住房。目前呢，在1、2线城市，很多年轻人靠租房居住。对此呢，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这个工作报告是全国性的要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的供给，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降低租赁住房税费，减轻年轻人的负担。说得好听，那么对于特大超大城市的年轻人来说将来是买房还是租房？那肯定是租房嘛，对吧？买房是肯定买不起的嘛。
大家来听听这2个视频，听完了以后，你们就应该能明白了。我是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把钱花在买房这件事。在国内1线城市，年轻人租房的时间越来越长。一份针对7万多名租房人的问卷显示，超过1/4的人租住长达5年以上。超过60%的租房人租住时间超过3年。目前在北京已经有40多个新建的集体建设用地租赁住房项目陆续开工，还有超过20个项目即将开工。刚毕业的大学生都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呢？其实大家年轻的时候都一样，都比脸都干净，房租就要占到1大半。给你们说一个针对你们刚毕业的大学生的优惠政策吧，你们可以去申请公租房，过渡期内100个平方也就200-300块钱。全日制的普通高校毕业3年内可以申请，双一流的建设高校毕业5年内可以申请。全日制的普通高校给了1年的过渡期，双一流的高校给了2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是按建面2块8毛9一个平方收的，而且还不要物业费。如果过渡期满了，就会重新核定租金标准，但是也不会太贵。如果你要想办理的话，就拿着你的身份证和毕业证到指定的住房保障部门还有公租房的项目现场进行分配和入住的办理。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能申请到，但你可以去试试，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如果你也是漂泊在外，觉得房租负担太大，那公租房一定要了解一下，国家给你买单。公租房是国家用远低于市场价格的租金把房子租给需要的人，你只需要向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交申请，通过审批后就可以用很少的租金住国家提供的房子了。那什么人可以申请公租房呢？一定要收藏，记得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一是在本地没有住房或者住房面积低于规定标准的人员，二是收入财产低于规定标准的困难人员，三是在本地稳定就业达到规定年限的外来务工人员。如果你想了解公租房怎么申请，可以去当地的政府官网看公告，上面有具体的申报时间、需要材料和对接部门。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机会享受国家福利了。听完了吧？以后呀，请你们在座的各位叫面具人我免先知。中国的房地产发展到今天的这个境地，我最早在去年已经说过了，就是最近的一期我也有在上个月说过，共产党要阉割二手房市场，要强力的大力的推它的租房市场。不仅如此啊，面具人我这里还有一张图片，你们看到没？这张图片是58同城安居客内部的关于市场发展的图片。从这个图片中可以看出，共产党它现在不仅要搞1线城市的租房市场，它把2线城市的租房市场也要大搞特搞起来。其实这个就是紧跟中央财政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入围城市名单的节奏的。那这个名单包括北京、长春、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福州、厦门、济南、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重庆、成都，共计16个城市将获得中央财政的支持，用于多渠道筹集租赁住房的房源，建设租赁住房，包括信息服务与监管平台等与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相关的支出。懂了没？筹集租赁住房的房源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现在的这些已经买房的人把你们的房子交出来给共产党，让共产党租出去赚钱。当然了，也会给你们分一点的。可是呢，你们的这个钱以后就是数字货币了，懂了吗？不是真金白银。那这个信号就很明显了，风向就很明显了。那这种节奏呀，说白了就是底层的人榨不出油了，很难通过让他们买房的这种方式一刀割出来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了。但是呢，这大块的肉切不出来，小块的肉还是能切的，对吧？让你长一点，我再割一点，割一点了以后，再让你长一点肉，我再割一点。所以说呢，大部分人是买不起房的嘛，那就租房嘛。细水长流，每个人每个月都交几千块钱的房租嘛，那这也是不小的收入呢，而且呢，比买房更持久、更灵活。可是咱们想一个问题啊，如果说中国它全部发行了数字人民币以后，共产党它缺钱吗？共产党它就不会缺钱了，因为老百姓用的就不是钱，所有的财富全部集中在红色贵族的手里面了。那你们知道
为什么共产党还要把中国的什么住房呀、工作环境弄得这么紧张、这么恶劣不？因为共产党它缺的是劳动力，缺的是劳动产出。人只有在饿极了、逼急的情况下，他才会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呀。你只有不停地逼他、让他快活不成了，他才能爆发出最大的能量，把这个能量才能转化为巨大的劳动力。中国的社会以后呢，从本质上来说，已经不算是资本社会了，它应该是这种奴隶社会的以物易物的状态。大家拿劳动力去换虚拟数字，然后呢，拿虚拟数字再去换奴隶主指定的、允许的你能消费、能买的东西，懂了没？哎，面具人，我想告诉你们啊，不要产生幻觉，不要抱有希望。很多没房的人可能会想啊，看现在二手房不让你们卖了吧，让你们这些傻叉炒房，活该吧，死了吧，哎，该死啊！现在是我们租房的天下了。如果你们有这种心态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在座的各位，不管是有房的还是没房的，共产党他这么搞，这个消息对你们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好消息。你们想嘛，人在什么情况下会说的不算？人只有在没得选的情况下才会说的不算。那对于有房的人来说，你的房子不让卖，而且呢，市场的心态从买房变成了租房了，那你是不是就没得选了？你只能把房子往外租，对不对？那对于租房的人来说，你买不起房，但是你总得要有住的地方吧？那你也就没得选了，你只能租。那么找谁租呢？找中介？中介都已经被共产党干死完了呀，对不对？那只能交给政府租，那只能找政府租，对不对？那你在没得选的情况下，这个房租税收多少，是你说的算的吗？是市场说的算的吗？不是吧？再说了，你想躲是躲不掉的，有大数据监控，有数字人民币在，你躲得掉吗？不要相信什么共产党的稳房价给老百姓解决空置率的问题，什么空置率都是废话，房子推倒了炸了也不会给穷人贱民占便宜的。现在共产党很明确了，就是卖地转收租，政府建房它也已经快收尾了，而且呢，现在已经有国家队大面积的建公租房，而且呢，国家队还在把这些二手房的房主往死的逼到他们最终没有的选，只能把自己的房子交出来租。以后的商品房呢，会成为少数人才买得起的奢侈品 ，LV 呀、GUCCI 呀，对不对？房价呢，它还是会继续涨，涨到绝大多数人不敢想、买不起，只能选择租，只能租了以后呢，那租金也就会继续上涨。很多人为了怕以后被租金割韭菜，那有些人逼急了，他只能长痛不如短痛，现在想办法先买一个房子，以后呢就省得交租金了呀，长亏不如短亏嘛。那么老百姓一旦产生出这种心态了，就形成了一个循环了，对不对？逼得买房，买了房以后呢，这个房子没价值，那只能往外租，租了以后呢，那买不起房的人只能租房子，那房租就会涨高，对不对？这就是共产党的一箭八雕，并且呢，共产党总有办法逼你们按照他的路线去走。那么农场主拿的鞭子是干什么的？你见过有农场主把羊鞭不走的吗？对不对？我刚才说了，这个房子推倒、空着、炸掉都不会给底层贱民住的，为什么？因为让你们都过上好日子了，你们这些贱货就变懒了呀，就不能产生劳动力了呀，对不对？贱货就只配拿鞭子抽，懂了没？为什么叫你们贱货？就是因为你们干的是贱货的事儿呀，被共产党骗呀，
想要跟共产党玩博弈呀，那你就玩嘛，对不对？无论如何啊，中国的规矩是共产党定的，你认为你能从这个规矩中找到任何漏洞，占一点点便宜，你认为你能玩得过共产党，那你简直就是痴心妄想。所以面具人我才说，以后的中国没有坏消息了，只有好消息了。但是大家想一个问题啊，狼没了，羊也会灭绝，对不对？共产党能想明白这个问题，所以呢，他制定各种各样的方案，包括他还搞什么黑科技，什么卵子超市呀、体外受精呀、这个人工胚胎呀，他都是为了解决他的未来的问题。而中国的底层啊，他真的从脑力上跟这些红色贵族是没法比拟的。中国的底层都是那种暴民思想，要供别人的产，要消灭这个，消灭那个，消灭台湾人，消灭日本人。那海外的华人底层也都是这种心态，要消灭左派，消灭黑人，懂了没？中国人之所以所到之处很难有平衡的生态环境，处处是极端，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文革思维，要消灭这个，消灭那个，而不懂得科学合理的去看待和分析事物。就一个很简单的美国大选，都能牵扯出什么蜥蜴人、神魔大战、上帝鬼神佛阴谋政府、外星人，对吧？扯了那么多没用的迷信的锤子玩意儿，然后呢，结果还没有按照你们想象的来嘛，对不对？你为何不早做打算，理性的规划呢？大家迷信什么神鬼玄说、外星人呀、阴谋政府呀、仇恨黑人呀、仇恨白左呀、仇恨这个什么黄命贵呀，最终呢，这种仇恨心态被那些奴隶主利用，然后呢，最终消灭的人是自己。你们能看懂这种问题的人，人在墙内的赶紧跑吧，懂了没？人在墙外的赶紧多学一门技术，学学外语，自强起来，不要被骗了。如果各位有什么想要移民的、跑路的这些不懂的东西可以问我也可以加入我的会员，有些套路呢，我只能在我的会员里面去讲最后呢，给大家讲一句话人和人的差距，往往比人和狗的差距还要大。狗不会被骗3次，人呐，就说不准了。嘿嘿嘿。摸摸哥就带大家看一下什么是1秒钟翻脸。摸摸哥准备了2根火腿肠换起来1根拿1根在手上大家不要眨眼。当摸摸哥手上有吃的东西的时候，小白的头小白的脑瓜子随便摸螺旋摸的，啪啪啪，随便动吃吧，当他吃完以后，大家注意小白好吃吗？摸摸，摸摸。当我瞬间拿出口袋的那根火腿肠，看他是什么反应。摸摸，看到了没有？1秒钟翻脸，翻脸不认人再给他吃，他吃完了，再看一下是什么反应。哟，小白吃火腿了吧？好吃吗？摸摸，那好，如果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认为咱们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的话，就请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和转发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一起提高智商，帮助到更多的人。如果大家觉得面具人讲得非常的好的话，包括你们有什么心理咨询呀、家庭方面的问题呀，还有什么出国移民呀、理财各方面的问题，可以给我发邮件，也可以点击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加入面具人的会员频道。那我也会在会员频道和我的会员群里面不定期的更新一些干货东西。那好，我们下期再见。